大家好，这里是善的健康财富俱乐部，一个可以让你获得满满健康知识、健康生活、养生之道、个人与家庭护理的知识分享频道。你是否出现过以下现象？经期不规律、月经没来、阴道干燥、性欲低下、情绪暴躁、心悸气短、潮热出汗、烦躁易怒、失眠多梦、健忘多疑。如果你的答案是 yes， 或许你出现了卵巢早衰症状，提早让更年期报到。你以为女性只有在45岁至50岁左右时才会出现卵巢功能加速衰退，进入更年期吗？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根据统计资料，卵巢早衰在低于20岁的女性患病率约为1比10000，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每10000位低于20岁的女性，就有1位被诊断出卵巢早衰。低于30岁的女性患病率约为1比1000，每1000位低于30岁的女性，就有1位被诊断出卵巢早衰。而每100位低于40岁的女性，就有1位被诊断出卵巢早衰。其实它已悄悄地靠近你，那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接下来我们的影片将要揭秘8个预防卵巢早衰的方法。废话不多说，开始吧。第一个预防措施，定期检查。以下2组女性群体要特别留意： 1. 存在免疫系统疾病的女性； 2. 染色体异常或者是家族中有月经异常的直接亲属都会导致女性卵巢早衰出现的风险增加。所以定期检查性激素、乳腺和子宫内膜是必要的。如有异样，可在医生指导下采用激素替代疗法，适量的服用雌激素的患者3个月要监测1次，从而推迟卵巢功能的衰退期。如果你不是这类群体，但是发现月经连续几个月持续减少，闭经就尽快到医院检查卵巢吧。第2是通过饮食保养来预防卵巢早衰。重度营养不良或饮食中缺乏某些重要的营养因素，都可影响卵巢功能，从而导致女性卵巢早衰。可以常喝牛奶，多吃鱼虾，因为这些食物拥有植物性雌激素，能弥补自身雌激素分泌不足对女性身体的影响。除此以外，多吃有维生素 E 的食物，卷心菜、菜花、大豆制品可以帮助抗衰老。尽量少吃辛辣、生冷的食物，以清淡为主，不要过咸、过甜或过于油腻。第3个预防措施则是通过运动调理。瑜伽、轻快步走是最佳最安全的运动方式，只需每周运动5次，每次半小时，即可疏通女性器官的气血循环，也调整荷尔蒙的分泌。办公室或上学的女性们尽量避免久坐，因为这可能影响盆腔血液循环，影响卵巢正常功能。避免人工流产是第4个提倡的预防措施。反复人工流产或短时间内多次人工流产都会造成损伤子宫内膜。如果过多的损伤子宫内膜基底层，可导致长期闭经，甚至不孕。万一真不幸流产了，要抓紧时间悉心调养，积极养护，尤其是对子宫和卵巢的调理。在人工流产术后要注意休息，可服用消炎药和促进子宫、卵巢恢复的药物。可以这么说，1次、2次人工流产并发症不那么明显和严重，但那些3、4、5、6、7次的，真的劝你一句：世上没有后悔药，卵巢早衰都算轻的，万一以后真的生不出来，苦果自己吃。第5个是注意自己的休息时间，找到释放生活和工作压力的方式，注意劳逸结合，保持乐观的心态。因为生活、工作及社会压力增大，突发的精神神经刺激，持续强烈的情绪波动都会诱发卵巢早衰。透过充足的睡眠修复身体，保证每天最迟11点以前入睡，睡眠时间能够保证在7到8个小时。这可以避免内分泌失调，从而改善卵巢早衰症状。第6个预防措施，避免经期着凉，同时间时刻注意经期卫生。行经期间受凉，比方说冒雨涉水、坐卧湿地、用凉水洗脚都容易造成经血不畅，引起痛经。避免经期内进行房事，防止经期细菌感染，引起妇科疾病。勤换卫生巾，
保持外阴清洁，避免在没有医生指导下的阴道清洗。第7个预防措施，避免长时间穿紧身衣。这种类型的服饰会影响卵巢发育，对少女来说，更容易引起乳腺增生等疾病。当然，切忌盲目减肥视为第8个预防措施。以喝减肥茶或者绝食的方式进行减肥，这样做其实是非常不健康的。减肥过度会让体内的脂肪骤减，会影响雌激素的正常水平，导致月经紊乱，使功能早衰。选择科学健康的减肥方式吧。通过平衡膳食、均衡营养而达到减肥效果，这不是更好吗？看了这支影片，或许会让你疑虑自己会否中奖。别担心，接下来大家可以通过一个卵巢早衰自我评估表来进行自我检测。在此之前，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任何可以促进你健康的资讯。过后记得让我们知道这自我评估表是否让你更了解自己。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记得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您5位女性的朋友，好让大家提高警觉。谢谢大家观看，下支影片再见，拜。